一封信为什么能让静香抛弃约会对象，转而牵起了大熊的小手？一封信又为什么让蓝胖子看完后直呼太害臊了？这背后的写手到底是谁？距离叔叔把一套上好的图鉴送给大熊已经3个月了，可大熊却一心只想白嫖。老妈勒令他今天必须把感谢信写出来，否则就要老拳伺候。大熊在书桌前都快憋出内伤了，才写出了3个大字：书不错，我喜欢。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没文化真可怕。蓝胖子只好掏出模范书信笔来帮大熊，笔一碰到纸，大熊的手就开始自己写信了。不仅字迹优美，内容也是没得说，成功的过了老妈这一关。寄完了信，大熊还想再写几封，却遇到了他最不想见的人——学霸。虽然他只是在跟静香聊物理化，可在大熊眼里，他俩就是在眉目传情。大熊只觉得头顶有一片青青大草原。自知不如学霸会说话的大熊忽然有了个好主意，跑回家拿起模范书信笔，闭着眼睛就开始给静香写信。蓝胖子接过信一读，好家伙，这写的都是啥？全是限制级内容。别说蓝胖子读不下去，大熊自己看了都脸红的像个番茄。原来是因为年龄刻度调成了成人，大熊只好用小学生的语气再写一封。这次的信一开头就正常多了，而且还很诚实的描写了大熊本熊，又呆又丑，又笨又懒，小气鬼和色狼都沾点。大熊听了真是老心扎铁，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却让蓝胖子读不下去了，哽咽了好一会儿后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大熊自己看了信也嚎啕大哭起来，这么感人的信的作者竟是我自己啊！蓝胖子是个合格的辅助，一张超快速送达邮票，让邮递员直接来到了大熊家里，把信直接送给了还在和学霸散步的静香。静香读了信之后，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学霸更是感叹：香香，看来还是大熊更爱你，只留下自己45度角仰望天空，不让泪水流下来。静香一跑来就主动牵起了大熊的手，还要来个2人散步。蓝胖子不仅露出了姨妈笑，然而大熊像极了见光死的网恋人，满嘴都是大白话，跟信里写的完全不一样。静香都开始怀疑那封信到底是不是他本人写的了。长与不长，却是无话可说的你我间最远的距离。回去的路上，学霸又出现了，见静香一下子就被调走了，大熊的头顶可真是万马奔腾。奔现失败的大熊回到家就开始大哭特哭。蓝胖子决定见招拆招，让大熊拿上模范信件笔和本子去找静香。大熊来到静香家，把信塞给静香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静香本来还在抱怨大熊写的是一套，嘴上又是一套，可一读到信就泣不成声，扔下学霸就去追大熊了。静香一路找到了河边，才终于遇到了大熊。他早知道静香会来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。静香再次牵起了大熊的手，他愿意和大熊再续前缘。画风突然向着2人性中的方向突变。闺房中，大熊一直玩命写，静香一直含泪读。大熊怕一张嘴又得玩完，只能埋头苦写。看到这男默女泪的一幕的蓝胖子也救不了大熊，追妻路漫漫，还得自己争取啊！小伙伴们，如果跟蓝胖子玩石头剪刀布，你会出什么呢？蓝胖子这保姆当的也太难了，照顾大熊本来就是史诗级任务，还有2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他，干不好就要被遣送回未来。明明还有几百个年糕，却因为年糕制造机只能造259个，没法平分而大打出手。在22世纪看戏的世修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，多拉美却觉得他俩这叫打是亲，骂是爱。2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偷窥。这天，大熊蓬头垢面的叼着面包出门上学，非得蓝胖子督促才跑起来。目送大熊远去，250斤的短腿胖子竟然没忘记减肥的梦想，看个电视也能困到磕欠连天。不过一说有铜锣烧特卖，他就不困了。至于鲜贝，就留到大熊回来再一起吃吧。一回房间，又来了推销员。蓝胖子一想到人类制造机事件就冷汗直冒，但推销员表示那是新世界百货的锅，我们未来百货可不背。蓝胖子翻开硬塞给他的产品目录，出现了一段炫酷狂霸拽的太空战争游戏宣传片。有哪个男孩能拒绝成为宇宙战士呢？蓝胖子虽然自己没钱，一想到可以偷刷世修的卡给大熊买，忍不住露出了内涵的笑容。不过他到底还是干不出这种缺德的事儿，决定自己分期买。吃饱喝足的蓝胖子在壁橱里翻找着之前买了却没空玩的玩具，却死活想不起来放哪儿了，还不小心把4次元垃圾桶里的破烂全倒了出来。世修不禁感叹，自己都丢三落四的，还能照顾好爷爷吗？蓝胖子刚找到那个罐子，发现大熊已经回来了，特意留着的鲜贝被他一口吞了。接着又看上了产品目录里的蝴蝶飞，话音刚落，道具就送来了。大熊穿上就变成了大扑灵蛾子，
扇扇翅膀就上天。大雄带着另一个去找静香，蓝胖子则被小咪邀请去屋顶坐坐。出发之前对着镜子一阵搔首弄姿，看来师兄直呼他是个海王。明明还有成堆的猫女友，这会儿又有了新欢，身边有美猫陪着，蓝胖子是心花怒放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被胖虎二人套住抢了道具的大雄。蓝胖子刚拿出作为定情信物的鱼竿，就被穿着翅膀的胖虎小夫撞翻，鱼竿不翼而飞，小蜜也吓跑了。那一刻，蓝胖子的怒火足以烧穿整个地球，穿上蜜蜂翅膀就是针针戳菊花，一针、2针、3针，9981针后，屁股都快被炸成筛子了。好不容易抢回了翅膀，大雄不仅道谢时毫无诚意，还得寸进尺要蓝胖子给他喝的，气得他又开始说教了。师兄本以为会吵起来，可蓝胖子嘴硬心软，还是拿出了花枝饮料。这时蓝胖子才想起铜锣烧特卖的事，还好来得及买到了。他刚要开吃，大雄就从窗子跳了进来，想要借蜜蜂翅膀打发走大雄这个惹事精。蓝胖子终于可以玩那个心心念念的玩具了，可静香却前来召唤，原来是大雄一屁股倒扎在了树上，蓝胖子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把他拔出来，气得又开始叭叭。大雄却把锅推给道具不好用，两人一言不合互喷口水，一个说再也不帮，一个说再也不需要帮。直到晚上，他俩还背对背干饭。师兄决定要把蓝胖子带回来，多拉美赶紧快进。只见蓝胖子又等到了时机，原来他一直想玩的是史莱姆。正当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时，大雄又来了。即使不用说，蓝胖子也知道大雄又被欺负了，又想借道具对付胖虎，说来说去还是帮了大雄。看来还是就让他们这样相处下去最好。那么你知道蓝胖子最后拿出来的道具是什么吗？当学霸要从娃娃抓起，3个大熊一台戏，初中的大熊螳螂捕蝉，谁知还有高中的大熊黄雀在后，感情搁这儿套娃呢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看了大熊的试卷，爸妈都决定为他省下钱，放弃自己的爱好。大熊还以为是要给他买啥好东西，没想到是要给他请个家教，而且还得扣他的零花钱。大熊的小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可以答试卷里最高分才刚过2位数。情急之下，大熊夸下海口，说自己会好好学习，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把蓝胖子关在了房间外。蓝胖子只好坐在走廊上，一边吃铜锣烧一边看时间。按大熊的习性，5分钟过去了，该打哈欠了；10分钟过去了，估计是已经在睡了。蓝胖子推开门一瞧，好家伙，果然躺下了。这下连蓝胖子也觉得大熊该请个家教了，转身就去喊爸妈，急得大熊死死捂住他的大嘴。蓝胖子让他想办法，大熊的脑袋都快短路了，终于有了个 good idea， 那就是让自己当自己的老师。方法很简单，用时光机把3年后的自己叫过来，再啥也不能都上初中了，还不会做小学的题吧？说着，2人就出发了。和现在相比，房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书架，漫画全都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学习类的书。难不成初中的大雄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变成学霸了？不过大雄和蓝胖子没找到初中的大雄，反而听到爸妈又在说请家教的事，简直就是1比1完美复刻。大雄急得立马跳脸，把爸妈给吓傻了。大雄怎么突然变小了？再看书桌上的卷子，竟然有张高达15分。大雄和蓝胖子又出门去找人，不管是河边还是空地，现在都换了一批孩子在玩耍。大雄还在做白日梦，一头撞到了老师身上。老师一看到他，职业病又犯了。大雄和蓝胖子只能趁他啰嗦的时候偷偷溜走。老师发现不见人影，才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。大雄还是不肯放弃，毕竟自己去学那是迫不得已的办法。于是他给初中的大雄留了张小纸条，让他自己到现在来找他。没想到初中的大雄动作还挺快的，大雄刚坐时光机回来，人就已经到了。他就是为了监督大雄学习而来的。大雄美滋滋的把作业递给初中的大雄，没想到他竟然让大雄自己做，这怎么和说的不一样呢？原来初中的大雄也是个学渣，书柜里的那些书都是老妈强行塞进去的，而且还要给他请家教。初中的大雄认为这一切都该让小学的大雄来背锅，要是他好好学习，自己至于沦落至此吗？在初中大雄的监督下，大雄只能含泪自己写作业。蓝胖子也没辙，两边都是大雄，你说帮谁？而初中的大雄一边幻想着这样自己就能当学霸了，一边开始准备睡午觉。大雄正在吐槽未来的自己，时光机里突然钻出来一个人，把他给撞翻了。他是来找初中的大雄的，没错，他就是高中的大雄。在他看来，就是因为初中的大雄太懒了，自己才会是个学渣的。
这回他可要把初中的大雄带回去，好好调教调教。见证了这场闹剧，大雄总算是想开了。看来不管再过多少年，自己都是一样的菜，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，说不定就咸鱼翻身了呢。蓝胖子真是又惊又喜，自愿扮演起了大雄的啦啦队，给他打气加油。小伙伴们觉得这次大雄能坚持几分钟呢？